穷人该靠什么改变命运？从来没人叫你友谊破裂、家庭不和睦、感情受挫、亲人离世、宠物生病、遇到创伤、被欺凌、抑郁、焦虑、孤独、寂寞、压力大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放松。不愁吃穿，满黑板的公式和文字，只知道感冒发烧了就吃药，成绩差了就恶补，唯独没有人把你的情感生活当一回事。网上有个高赞问题，是不是穷人家孩子从出生就是个悲哀？其中有个高赞回答是这样说的：穷人家出生的孩子最大的悲哀不是穷，也不是父母无能。穷人家出生的孩子最大的悲哀就是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之中，你从生到死都被一群无能负面的人、见不得你好的人、不希望你过得好的人、一群不太善良的人、拖你后腿的人包围着，基本上你是摆脱不掉的。我深以为然。人性中最大的恶就是看不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好，尤其是当年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的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人往往会一直影响着你，直到把你拽入深渊，直到看到你又跟他们一样了，大家就都舒服了。我读大学时，宿舍里一共是8个人，3个是城里来的，5个是村里来的。在与大家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城里的小孩相对开朗点，内心阳光点，一天到晚笑嘻嘻的；村里来的小孩沉默寡言的多点。也许在城里长大的小孩内心的自信心比较强，从小就不用为物质忧愁。村里的小孩呢，有些父母会在他们身边天天抱怨挣钱太苦逼了，大学费用太高了，千万不要浪费钱，千万不要浪费粮食，在校能吃饱，衣服能穿暖就行了。孩子天天听这话，内心能阳光起来吗？我读大学时，父母就常常唠叨，只要你愿意学，就算家里砸锅卖铁也继续供你读书，要是你不好好读书的话，以后就别进这个家门，我们为了你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此处省去1000字。由于父母对我期望太高，我大2就辍学了。条件一般的小孩内心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更受不了的是，父母天天在身边唠叨，我们都没本事，以后这个家就指望你了。自己该奋斗的时候不奋斗，该勇敢的时候不勇敢，然后指望着孩子替你去奋斗，孩子去替你勇敢。大多数底层家庭的父母是不会鼓励小孩的，他们只会打击或命令自己的小孩。出来闯荡赚钱了，他们什么也不说；不赚钱，他们就会说不行就回去老老实实上班吧，他是最重要，不然耗着也不是个事。毕竟每个父母都希望在下一代面前自己能够是权威，因为他已经是社会的最底层，亲戚圈里的最底层，没人比他们地位更低。而他们的子女则是他们认为的天生的唯一的下级。如果我们没钱，又喜欢跟父母待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感觉生活死气沉沉。任何事情一个人偷偷决定偷偷做就好，成王败寇本是兵家常事，保持一个好心态，咬牙往前走，不久一定能见光明。也不知道我这么多年的个人见解对大家有没有用，如果某一句能触动到你的思维，说明我的话还是很有意义的。我说的某些话可能稍有偏激，但这些都是我所经历所见识而产生的观点。如果我们感觉到苦逼，一定是有一个苦逼的观念在折磨我们。我有个朋友买了苹果手机，花了5800，他父母天天骂他败家子。他呢，通过苹果手机用捣鼓抖音1个月赚了2万多。他父母说，你不吹牛会死啊。当他把2万块钱扔在父母面前时，父母怅然若失，好几天都闷闷不乐。有时候我都想对父母说，既然你们那么能，为什么一直都节衣缩食，还负债累累？他们总是说为了孩子才变成这样。关键问题是，有些父母他们也为子女付出了很多，为什么他们还那么富有，那么潇洒，那么随意？父母的解释总是，人家祖上有钱，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穷人。总是找客观理由，从未深刻反省过自己。人不是年龄大了才聪明，是经历的事多了才聪明。现在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家里是一只听话的羊，在外边是一只翱翔的狼。于是一边在家里拼命地打击孩子，美名其曰教育为你好，一边拿谁家孩子和自己比较。他们只是追求结果，根本不教孩子变成狼的方法，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多苦恼。于是在父母高压和嘲讽之下，孩子慢慢长大。不管孩子想自己做点什么，父母都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不行，风险太大，你不是那块料，爸爸妈妈是为了你好。现在这个社会的孩子本来就压力山大，现在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凭什么立足于江湖？我也知道大多数父母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为自己孩子好的，但是大多数父母都只想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之余，顺便平平淡淡，却又一边阻止着孩子的梦想，一边又梦想着孩子飞黄腾达。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变成狼，只是孩子想要做点事情的时候，父母就会站了出来，说你是只羊，那不是你该干的事，你也干不了。之后孩子按照父母设定的轨迹走下去，父母又说某某家的孩子，你们一样大，你看看人家混得多好多风光，再看看你自己。大多数父母的教育都是想培养出听话的羊，又拿外边的狼和自家的羊做比较。有些羊被逼无奈，借了身狼皮闯进了大千世界，有的被吃掉了，有的真就成了狼。这样的羊多乎哉？不多也。我不鼓励每个人去随心所欲，追求首先是勇敢者的游戏，其次是情商高的人的游戏，最后它还是狼的游戏。年轻的时间就这么短，不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一辈子活在父母和别人成功孩子的比较和埋怨中吗？老了确定不会后悔吗？当今国情却是如此，父母要的是正确的结果，但却给了你错误的过程，多悲哀！不是寒门的孩子早当家，是寒门的孩子早受罪。一出生就苦的孩子，一生都是苦的。这2年我一直自学心理学，心理学里有句玩笑但有深意的话是，在一个令人感到绝望的家庭里，孱弱的孩子会被这个家庭毁灭或同化，彪悍的孩子会远离他。孩子的天性就是粘合保护家庭，但实际上当一个家庭功能性失调的时候，孩子过度卷入并不能拯救这个家庭。也许当有能力选择的时候，可以跟家庭保持一些距离，远离自私的父母，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记得自己独自拼搏那些年，最大的折磨不是疯狂想办法提升业务，也不是自己独自一人日日夜夜的奔波，而是父母的不理解，身边朋友苦口婆心的劝解，去上班吧，创业是聪明人玩的游戏，我们都是凡夫俗子。自卑感强调人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证明自己是自卑患者。一个自卑的、无聊、对未来缺乏信心的人，永远说不出有气势有格局的话。小时候父母常常对我说，钱难赚是难吃，真正有钱的人都是家里有背景有关系，我们家啥都没有，所以你们要拼命学习，找个好工作养活自己，别指望我们没本事。我在家那段时间生活一直很拮据，我是离开父母后才的飞黄腾达的。我的理念，如果我们的父母很穷，就没必要听他们的话了，听他们的话只能走他们的路，他们已经失败了，难道我们还有必要跟上吗？你至今滞留底层，并不因为你出身贫困，而是你只懂底层思维。思维观念是具有阶级属性的，一切你认可的思维观念都是2000年来不断灌输给你的结果，而我们想走向成功，就必须突破思维观念的束缚。你为啥道理懂了一堆，还过不好自己的一生？
因为有道理的基本都没啥用。有个段子，有个人误入一个博士群里，发现有人在讨论一滴水从很高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下来，砸到人会不会砸伤或砸死。群里一下就热闹起来，各种公式、各种假设、各种阻力、重力、加速度的计算，足足讨论了近1个小时。这时他默默问了一句：你们没有淋过雨吗？哈哈，群里突然死一般的寂静，然后他就被踢出群了。有文化真可怕。99%的普通人学的都是有道理但没啥用的，所以才会有那句感慨：道理学了一堆，还是过不好自己的人生。因为有道理的东西基本没啥用，而1%的高手只学有用的，不管有没有道理，结果成功了。说白了，道理是普通人学的知识，而高手基本是不按道理出牌的。什么是有道理？什么是有用？比如努力就会成功。如果努力能成功，农民伯伯最成功；如果努力能成功，扫大街的阿姨最成功，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努力。我们的父母努力了一辈子成功了吗？很显然，努力不是核心，把自己放在哪里努力才是关键。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和一个开飞机的人，努力的程度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1个小时后，骑自行车的人累个半死，只从家里到了上班的地方，而开飞机的人已经从广州到了海南，他们的结果相差这么多，你能说骑自行车的人不够努力吗？他可能已经努力到大汗淋漓，拼尽全力。人生最大悲哀就是拼命的努力在一个错误的选择上。比如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从小到大我们听了无数遍吧，很有道理吧？但是很少人思考这句话有没有用。考大家一个问题，小学5年级第1篇课文叫什么？你还记得吗？我相信没有几个人会记得。知识改变命运，知识都忘差不多了，还怎么改变命运？只要是学过的知识，2到3年不看绝对全忘掉，那还怎么拿它改变命运？而且你发现从古至今所有成功者都是知识很厉害的人吗？都是学历很厉害的人吗？很显然不是。刘邦只是一个混混，刘备只是一个卖草鞋的，朱元璋只是一个乞丐，很显然他们的成功跟知识没有太大关系。很显然知识不能改变命运，那什么能改变命运呢？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让你3年不骑自行车，你会不会忘记？如果让你10年不骑自行车，你会不会忘记？很显然，对于会骑自行车的人，这辈子永远忘不了骑自行车的方法，因为那是一种能力。到此明白一件事儿，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只有把知识变成长在身上的能力，才能改变命运。因为知识会忘记，但长在身上的能力一辈子忘不了。知识和能力有什么区别？这么理解吧，知识是听了1次的产物，能力是练了无数次的产物。知识是我知道了，能力是我做了，我做会了，我做到了，我持续重复，做得更好了。获得知识和获得能力的时间周期、投入的精力、重复的次数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们所带来的回报也是完全不同的。很显然，获得知识比获得能力轻松太多了，而且知识还能在别人面前炫耀，显示出自己的博学多才。拥有知识的人是可乐，让人乍一喝很爽，但经不起细品。拥有能力的人是茶，乍一喝苦涩，但越品越上瘾。比如细节决定成败，当年这句话已经被传疯了，很多公司老板挂在嘴边的就是这句话，结果全公司的人天天抓细节找问题，结果越抓细节问题越多。一辆细节做得无比完美的汽车，如果方向不对，请问能不能开到目的地？如果方向选对了，就算是辆马车，请问一直走下去能不能到目的地？很显然，方向选对，细节无足轻重；方向错了，细节再好也没用。大多数人学的大多数道理，都只是教会你做普通人的知识，
无论是经营企业还是人生最重要的战略，都是纵观全局，找到关键节点，并且把这个节点做到120分。比如金钱是万恶之源，一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被大众观念认为是小人；一个人学习创造财富的技能，就会被认为是阴暗，这都是观念束缚。穷人的世界信奉一句话：金钱是万恶之源，这是他们贫穷的原因。富人的世界也信奉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他们不会浪费任何时间在和赚钱无关的事情上，最后发财了。我没有让你一辈子只追名逐利，但在你没有名利前，你所有的目标就应该是追名逐利。所谓境界的修炼，就来自赚钱之后的放下钱，拥有之后的不在乎，否则都是贫穷的自我安慰。一个人如何越来越牛？8个字：降低欲望，提高能力。看懂了的人可能会改变你的命运。大多数人为什么会痛苦？因为期望的和实际拥有的不匹配。期望能赚100万，实际却只有赚10万的能力；期望能成为大老板，实际却只有做员工的能力。然后就开始痛苦，抱怨命运不公。其实这个是很简单，降低享受的欲望，提高获取的能力就可以了。你只有先具备获取的能力，你能享受拥有的物质。穷人就是总盯着别人享受的物质，然后暗自神伤。高手都是盯着别人获取的能力，玩命提升自己。这就是穷和富的区别。如何提高获取的能力？不管别人做什么，你只管关注自己，不要去思考和自己无关的事情。人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注意力，你所有的财富都是用你的注意力交换来的。任何时候，你必须拿出所有时间去思考和自己的前途有关的事儿，其他事情无论多热闹多有意思，都跟你无关。看多了想多了都是浪费时间。当你只想着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你就会越来越牛。很多人贫苦的原因就是他们拿大量的时间去关注和别人有关的事，比如看娱乐节目、看明星演唱会、玩游戏、聊各种八卦，那些东西都是来收割你的注意力的。你的注意力就是商家的商机，这能理解吧？2个农民自己日子都没过明白，还在那讨论国际大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些小老板自己生意不好，就扯什么大环境不好，大环境跟你有什么关系？3000人以上的企业叫微型企业，1万人起的以上的企业叫中型企业，5万人以上的企业才叫大型企业。你干的那点事儿，顶多算小微企业，大环境根本就影响不到你。再好的行业也有人赚不到钱，再差的年景也有人能赚到钱。所以真正的高手只关注自己能可控的部分，不可控的一律不关注。你30岁时荒废的日子，就会成为你40岁时堵住你的墙。记住，见任何人，说任何话，做任何事，要么和钱有关，要么和成长有关，否则多花1秒钟都是浪费生命。规则思维。古代的规则都是强者来制定的，而强者制定的规则自然不可能保护弱者，即使表面对弱者有好处，目的也是为了强者的利益。比如为猪改善猪舍，为猪打疫苗，给猪提升饲料口感，这些表面都是为了猪的生存，提高其生活质量，其实目的还是想提高猪肉的产量而已。有个首富说过，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其实这就是这意思。要敢于突破大脑中的恐惧和限制，敢于跳出环境的束缚。活在底层，永远只能被食物链蚕食。如果你只是循规蹈矩，人云亦云，你永远只能成为一个追赶者，永远无法成为引领者。乔布斯的伟大就是不被经验和教条捆绑，从而颠覆电脑、颠覆手机、颠覆音乐等8个产业，缔造出伟大的苹果帝国。引领者从来都不是循规蹈矩，创新的本质就是打破原有的规则。送礼思维。能够领悟送礼精髓的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习惯性靠送礼解决。中国目前的亿万富豪，每个人都懂得这门送礼的艺术，他们都在使用这个手段。他们送礼是有区别的，有的是送礼，有的是行贿，而其中差别就是尺度和底线的问题。送礼和贿赂只有一线之隔，送礼是为了表示你的关心，给予对方正当的帮助，动机是基于友情。贿赂是以小的手段谋取大的不正当利益，是触犯法律的。贿赂是在没有其他的人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见不得光，而送礼是可以在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完成的。送礼和贿赂的区别就一句话，能不能见光。送礼思维是在社会这所大学里面研究出来的成果，你在任何一流的大学都是学不到的。人与人交往的本质就是利益的交换，如果你不懂利益交换，总想着免费就可以得到，那你一定会穷一辈子。专业的问题必须找专业的人解决，比如我向一些专家咨询问题的时候，我会先给他转咨询费，大概是几十块钱左右，咨询10分钟，而且我会提前准备好我的问题，这样我就能在10分钟时间获得我需要去摸索几个月的答案。你说几十块钱的价值高不高？各位记住，高人是拿来使用的，不是拿来崇拜的。每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情感账户，每一次你们的接触都是往情感账户里面存钱或者取钱。尤其在和高手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多存钱。你放心，这种存钱的回报是很高的。成功的秘密就是找到已经做到的人教你。问题是，你要问自己，别人凭什么帮你？如果你没有什么好的东西跟他交换，那你就可以成为他的客户，花钱买他的时间，别人一定会很用心帮助你。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说我没有钱怎么办？很多人都是等先有钱了，才去变成一个大气的人。而真相是，先做一个有钱人该做的事情，然后才会顺便有钱。很多人觉得赚钱是最难的，这属于穷屌丝的思维。真相是，花钱才是最难的，因为只要是个正常人，每个月或多或少都会有收入。这笔收入花在哪里，决定了你未来是穷是富。可是只有少部分人会花钱，大多数人连钱都不会花，可悲。大家记住，把钱花在成长思维等于投资加变现，把钱花在消费上等于继续苦逼赚钱。会赚钱最多是一种能力，而会花钱才是一种艺术。你差的不是赚钱的能力，而是花钱的水平。要用颠倒的思维看世界，你才能找到赚钱的方法。如果你学会了花钱的艺术，你就很容易花到别人的钱。如果你只会把钱存起来，那你的钱就会被别人花掉。决策思维决定你人生命运的，往往就是你的几个关键选择。人生在世，选择无处不在，有些选择是无足轻重的，比如晚饭吃炒菜还是吃火锅，旅游选择云南还是去海南，出差是坐高铁还是坐飞机。但有些选择是关乎命运的，比如在老家发展还是去北上广深，自己创业还是进公司打工，嫁给张三还是嫁给李四。判断选择的轻重缓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可惜绝大多数人在做选择时都是平均用力的。你人生80%的结果都是来自你20%的关键选择。大多数人认为只要自己够勤奋努力就能改变命运，他们可以把这些工作每个细节做得极其用心，但对于人生大事上的选择，他们却是轻率的、漫不经心的。我一个姑姑60多岁了，平时她去菜场买菜都是东挑西选，特别用心。结果去年别人跟她说有个借贷平台利息很高，她眼睛都没眨一下冲了进去，结果借贷公司后来跑路了，她直接损失了大半资金，这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10年前，当你决定卖了北京的房子出国留学的那一刻，你在国外混了多高的文凭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北京的房子后来已经涨了10倍。10年前，当你一时瞎眼决定嫁给了一个是赌如命的老公时，你的博士学历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你的后半辈子必将被这个男人搅得鸡犬不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搞方向厉害的人永远在领导搞技能厉害的人。比如马云根本不懂互联网技术，但不重要，因为他能搞清楚方向。而每个人做的选择不同，就是因为每个人对得失的判断标准不同。做任何选择，核心就参考一个标准，切掉眼前利益，以未来长期的利益为导向。只要不具备未来的长期回报，眼前的利益再高也要放下。普通人总以眼前的利益为导向，导致永远赚不到未来的大钱。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财富，在未来面前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但切断当下的利益，又有几个人能做到？也正因为如此，多数人都最终变成了穷人。比如我一个老家同学，10年前就知道在老家没发展，我让他出来县城市奋斗，他也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就是放不下老家的房子、地这些利益，导致到今天越混越差。有的女人明明知道自己嫁的这个老公又赌又花，根本没有未来，但她就是不愿意离婚，怕万一找不到更好的怎么办？总在计算眼前的损失，是让一个人没有未来的主要原因。不难发现，真正的转变始于内心。贫困不仅仅是物质的缺乏，更是心灵和思想的束缚。但记住，每个人都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通过教育自己，拓宽视野，我们可以打破贫困的循环。愿这个视频不仅仅是对现状的反思，更是一种启示，鼓励你我走出舒适区，探索新的可能性。让我们一起努力，为自己也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公平的未来。在这条改变命运的旅程上，愿我们都不忘初心，勇往直前，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